北戴河会议正进入收尾，关于中共接班人习近平去留的传闻满天飞。可就在这个敏感节骨眼上，中国网络舆论突然被一个名字刷屏：杨兰兰。短短十几天，这个原本默默无闻的23岁华裔女子，成了大陆社交平台的流量核弹。从微博到抖音，热评里全是杨兰兰你是谁，甚至有人直接在北京水灾募捐的新闻底下刷屏，先问问兰兰捐了多少。而她的名字源自一场发生在澳洲悉尼的离奇豪车事故。虽然事发已经超过2周，但相关照片、传闻和身份猜测反而越炒越热。有人说他是中共红色家族的后代，有人说他家族掌握着中国在澳洲铁矿石的独门生意，还有人怀疑这场舆论操作是当局故意放大的转移视线剧本。但这一次，北京似乎低估了民间的反应。杨兰兰不仅没替中共降温，反而让中国人对权贵藏富海外的愤怒直接烧到了中南海的门口。这里是大时局要闻故事，我是林晴。根据澳洲新南威尔士州法庭与审裁处8月11号最新披露，警方对杨兰兰的保释并未设立任何金钱条件，直接推翻了早前流传的7000万澳元保释金的说法。不过，关于他坐拥豪车、豪宅以及保镖背景的细节仍在中国社交平台发酵，至今未析。澳洲媒体 News.com 澳、英国《每日邮报》等多家知名媒体报道，7月27号凌晨，悉尼东部郊区发生严重车祸。23岁的华裔女子杨兰兰驾驶价值约过100万美元的劳斯莱斯撞上一辆奔驰车，2辆车的车头全部撞烂，对方司机身受重伤，他是澳洲著名主持人的专职司机，但杨兰兰本人却毫发无损。他拒绝警方对其进行酒精检测，当场被警方逮捕。其律师迅速为其办理了有条件保释。他的保释条件包括晚上8点到早上6点之间不得离开他的顶层公寓，并且每周必须报到3次。在当下的网络时代，杨兰兰没有社交媒体账号，没有登记公司，没有房产登记记录，没有领英信息，却拥有2辆劳斯莱斯，住在悉尼顶级海景公寓，常着香奈儿、奥迪等奢侈品牌，出入有司机与助理随行。保释当天，他所穿的香奈儿上衣被网友查出价值15万人民币。车祸事发后，护送他离开现场的疑似保镖的男子是一名曾服役于北京武警特勤支队的大内高手，被网民戏称为名副其实的中南海保镖。与此同时，杨兰兰你是谁一首带着8月热浪的摇滚歌曲在网络是迅速的走红。澳洲的街头，碎玻璃划破月光，血腥的汽油味在夜里疯长，醉意写不出我眼界里的想象。2条劳斯的影子挡住多少看不见的嚣张，顶层豪宅的灯光比星空更疯狂，3亿的保释金像银钱一样飘荡。杨兰兰你是谁？23岁有多少不能说的故事？杨兰兰你是谁？谁能把身份藏得比午夜更神秘？商场的大门为你独自封场，香槟与钻石像雨一样砸在地上。我们在计算房租，你的世界只有限量，看不见的规则，笑我沉没在红色海洋。我们问的不是车牌，不是豪宅的门牌，我们想知道你背后的双手藏着谁的阴霾。杨兰兰你是谁？是谁给你开启世袭的梦幻的后门？杨兰兰你是谁？让规则对你鞠躬，让法律无力追问。你用沉默盖过了喇叭的轰鸣，你能用黑夜遮住闪光的陷阱，但我们看见了那扇门的影子在跳舞，钞票燃烧了虚空。杨兰兰你是谁？还有多少人在黑夜里换脸装模样？杨兰兰你是谁？还有多少人在金光里掩盖肮脏的真相？你是谁？杨兰兰你是谁？杨兰兰究竟是谁？澳洲和中共官方都在保护他，没有披露他的身份。有人说他是中共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亦或其弟上将杨白冰的后代。有人说根据杨兰兰的面相，可能是陈云的后代。
也有人说是习近平的侄女的孩子等，众说纷纭。也有人披露说，他家族掌管着中国在澳洲的铁矿石的独门生意，跟中国的一些上市公司、国有企业有固定往来，负责分配铁矿石配额，而配额的80%都是留给了官二代和红二代。但披露这些信息的人立即受到中共警方的警告，并立即删除了这些消息。杨兰兰事件皆红色家族藏赴海外的冰山一角，但不管怎样，杨兰兰是中共权贵子女的身份是跑不掉的。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人民创造的是天量的财富，让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的第2大经济体。但中国人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体系均被刻意忽视和遗忘。中国人终生都被养老、医疗、住房、教育这几座大山压着，不敢消费。改革的红利去哪儿了？改革的财富去哪儿了？在中共专制独裁的体制下，共产党的红色家族真正垄断了中国所有的资源，无论是出口创汇，还是央企、国企的绝大部分的利益、财富，最终都到了极少数的权贵手上。这些权贵用他们的腐败，把财富都转移到了西方世界。而在习近平执政10几年来，将中共的一党独裁体制转变成他的一人独裁的过程中，中共的红三代厌倦了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逐步淡出了中共的权力核心。他们的父辈、祖辈已经为他们积攒了海量的财富，他们移居海外，享受着低调、豪华、奢侈的上流社会的生活。独立时评人蔡胜坤披露，一位从事金融工作的高管曾对他说，过去这些年转移到海外的资产应该高达30万亿美元。这几年，很多的海外媒体都在说，美国跟中国一直在为中共高官的存款在较量，而且每到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时刻，都会传出美方随时会公布中共高官转移到美国的财富和资产的消息。一旦公布，中共政权就会面临巨大的冲击。中共红色家族在海外藏有多少财产，可能对外国银行的影响都非常巨大。有料在自媒体节目中认为，马云这样的所谓首富，也就相当于这些红色家族的9牛1毛。他列举了几家倒闭的银行，比如瑞士的小型私人银行以及美国的硅谷银行，都跟中国转移的资金有关。中共红色家族的巨额资金藏在美国的富国银行、花旗银行，总部设在英国的跨国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德国的德意志银行等。这些天量资金的威力会使这些银行受到地震效应，甚至倒闭。杨兰兰让中共公信力变成0。杨兰兰的交通事故传闻点燃了中国人长期遭受中共盘剥的敏感神经的痛点。8月8号，北京因怀柔密云水灾号召捐款，结果评论区没有出意外，评论的小船说翻就翻，满屏都是杨兰兰捐了多少，找杨兰兰，这样的人北京最多，连标点符号都不能信，兰兰1天的开销都够了，那么多兰兰替我消费，给条活路行不行？同一天，中共官媒新华社发表过紧日子要防止执行走样的时评文章，里面提到了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过紧日子的目标在于把钱用在刀刃上，该花的必须花。在抖音和微博等大陆多个社媒平台，这篇文章被多家中共地方媒体转载。视频播报的评论区一片嘲讽声，省下来给兰兰花，大家都过紧日子，杨兰兰才有钱买车，怎么说得出口的？把好听的都说完了，努力工作支持兰兰，马上消费支持兰兰，交社保支持兰兰，努力上班无休支持兰兰，愿意把我所有的钱都给杨兰兰，祝她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当中共政府的公信力变为0时，他还能继续统治和管理人民吗？你怎么看呢？请留言告诉我们。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